情人的眼泪，白云，曼丽，天边一颗星，是新加坡建国前后风靡街头巷尾的歌曲。一代歌星潘秀琼、秦淮、黄清源、吴刚，以他们独有的演绎方式，让自己的歌声成了几代人的共同记忆。每个世代都有自己的代表歌星。进入21世纪前后，本地有红遍亚洲的歌手陈洁仪、蔡健雅、孙燕姿、林俊杰等等。但是早在上个世纪50、60年代，已经有一批本地歌手扬名国内外。人人想过好光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有几对好。20世纪40年代，西马两地的华人社会多受到上海的流行文化影响。当时的歌星如周璇、白光，是西马家喻户晓的歌坛巨星。1949年之后，旧时上海的电影制作公司和许多演艺人员迁移到香港，造就了生机勃勃的电影和流行音乐事业。当时规模最大的唱片公司百代唱片，为了开拓东南亚市场，也在新马发掘歌唱生力军。香港希望可以吸引更多东南亚观众熟悉的面孔跟明星到香港去发展，潘姐就是他们最早发掘的其中一位。潘秀琼童年出道，在吉隆坡登台唱歌，16岁受邀到新加坡发展，开始她成为一代歌星的旅途。别靠着有金钱呀，就上了好感情。50年代的新加坡战后重建，百业待兴，靠着港口的优势，经济开始复苏，娱乐业也蓬勃了起来。当时的歌台是大众的主要娱乐场所之一，马来亚各地的歌手也来到新加坡发展。我在澳门出生，后来叫我妈妈跟爸爸要来吉隆坡，我们到吉隆坡，后来才来新加坡的。香港是百代唱片公司请我去，我才去的。在香港录的那些都是去到那边才知道我要唱什么歌，可是在新加坡我可以自己选重唱的好听的歌啊，这样啊。在50年代，潘秀琼已经被誉为低音歌后，和崔萍、顾媚、静婷、潘迪华齐名，是香港5大歌后之一，也是当时百代唱片行唯一签下的西马歌手。当时南洋风在华语歌坛兴起，潘秀琼用她的低音声线，把南洋风情唱响到东南亚、香港、台湾等地。一曲《情人的眼泪》奠定了她在华语歌坛不朽的地位。只有那有情人，眼泪最珍贵，一颗颗眼泪都是爱，都是爱。我12岁就登台演唱，赚钱啊！唱一次我忘记多少钱了，就是说赚了钱就完全给妈妈，妈妈给我1块钱，哇，很开心的，有1块钱吃东西。小孩子的时候很单纯啊。我来新加坡的时候，你们还记得那个杨佩云吗？她请我来这边唱。杨佩云是当时仙乐歌台的老板，这是战后1946年本地的第1家歌台。50年代韩战爆发，橡胶价格因为战事而大涨，带动了新马经济繁荣。
歌台也因此大受欢迎。50年代新加坡进入一个战后复苏强力的一个时期，然后大家突然之间呢，就口袋也都有钱了，然后对于娱乐的消费呢，也就比较愿意花费。那同时呢，这些大老板哦，也都因为赚到钱了，觉得说，哎，自己不如也来搞个歌台。歌台一兴旺起来，很多马来亚的那些少女啊，要做歌星梦啊，就不要隔交了啊，会唱2首歌的都在歌台表演了。所以那个时候歌台多，歌星也多，是吧？水准就良莠不齐。到了后来，中国的歌舞团啊，他们来新加坡表演，来马来西亚表演，他们就不回去了，整班人就留在新加坡。这个时候，歌台的水平就提高了。那时候的歌台主要是在3大游艺场内：新世界、大世界和快乐世界。这些歌台包括香格里拉、百老汇、满江红、凤凤歌台等等。歌台兴起也挖掘了不少杰出的女歌星，除了潘秀琼，还有陈美光、庄雪芳等人。那是新马歌台业最旺盛的辉煌年代。那我知道我们的潘姐呢，在新加坡是最高唱酬，50年的最高唱酬是1000多块啊。我赚1000多块是这样子的，第1场呢我是唱歌台，第2场我才跑到夜总会去唱。哦，所以你一个晚上就登2个台。对对。当时歌星跑歌台、唱夜总会，歌迷们想要了解歌星的动态，靠的就是小报的讯息报道。50年代的一些小报就曾经靠着歌台新闻卖钱，报份也蒸蒸日上。歌台需要小报去写了。今天啊，潘秀琼在香格里拉登台了，明天呢，陈美光啊，在那个满江红啊，希望他们写，尤其是写一些花边新闻啦，是吧？读者喜欢看这种东西。年纪轻轻的潘秀琼在歌台演唱的杰出表现、独特的嗓音，很快的就受到各方瞩目。巴乐风唱片公司邀请她灌录了具有南洋风情的《梭罗河之恋》《巴厘岛》等歌曲。掌声欢迎潘姐给我们带这首《巴厘岛》。你可曾听说有个巴厘岛，就在那印度尼西亚。那个时候14岁，我第一次灌巴厘岛的那张唱片，哎那后面那么多人呀，后面那么多人是干什么的？那个是乐队，我们是现场乐队的。哦，我以为是配音的。那你那时候有没有去过巴厘岛呢？没有去过，没有，从来都没有去过，没去过。你就把这首歌诠释的这么的好。因为我是靠着它的旋律来唱，那听着它的旋律好像就。它有那种旋律，就把我的声音，把我的感觉，把我的感情唱出来。岛上的女儿家，个个是秀丽艳如花。整个东南亚的市场呢，也促使大家对东南亚的一些民谣歌曲有一定的接受度，像印尼民谣啊、马来歌谣的这些，以他们的曲冠上华文、中文的词来演唱。他在演绎这些富有异国色彩的歌曲的这个拿捏呢，他都做得很好。风景美丽如图画，谁都会深深爱上它。50年代初期是本地唱片业的萌芽时期，那个时候本地歌迷所听的是香港歌星如周璇和姚丽等的歌曲。50年代的新加坡唱片业是很沉静嘛，没有几个人在听歌啊。那么唱片行也不是很多间，因为那时候只是卖外国唱片嘛，外国唱片很贵的嘞，对那时候新加坡人的收入啊，这个是非常奢侈的东西了。那时候的唱机是奢侈品了，不是说每家每户有的，因为一个唱片这样贵啊，也没有几个人买得起。到
到了50年代后期，随着经济的改善和娱乐设施的增加，新加坡成为当时东南亚娱乐的汇流点。许多香港歌星登台的第一站就是新加坡。像潘秀琼这样高知名度的歌星就更受欢迎。南洋是当时国语时代区一个很重要的地方，香港是记作是一个重镇，但是真正的市场在东南亚，在那个新加坡啦、吉隆坡啦、印尼啦、越南等地有华人的地方，国语时代区的影响力很大。1958年，潘秀琼在香港用了2天的时间录下她的成名曲《情人的眼泪》。《情人的眼泪》是潘秀琼的恩师姚敏专门为她量身定做的歌曲。姚敏是在上海发迹的著名作曲家，也是歌星姚丽的哥哥。他在移居香港之后，创作了无数流行歌曲，是当时乐坛的传奇人物。潘秀琼也因为恩师的提携而闻名乐坛。我眼泪不会掉下来，掉下来。潘秀琼有机会到香港去发展，并不是一种偶然，你一定要有一定的一个实力。那个时候我们只看到从中国或者从香港南下的这些艺人来新加坡表演，而且来的时候他们都是大咖，所以呢，我们新加坡的这些歌手能够扬威到海外的，那个时候真的是屈指可数。情人的眼泪红遍了华人世界，潘秀琼也穿梭于新加坡、香港两地。直到1968年，潘秀琼逐渐把事业重心转移到香港。除了灌录唱片，也在香港登台驻唱。最高峰期在香港跑场哦，赚钱哦。有些人真的赚了钱了，哇，收啊收啊收啊收起来收起来。我不会的，我赚10块，我花5块，有5块就够了。好像以前呢，赚的钱全部给妈妈。我是一只花美鸟呀，花美鸟，关在那鸟笼，多呀多苦恼。眼看着天空要飞，在百代唱片公司待了10多年。也在香港住了10多年，除了灌录唱片、登台演唱，我也在恩师姚敏老师的推荐下参与了电影的演出。那是我第一部电影，也是最后一部电影，片名叫《哪个不多情》续集。我讲到那个拍电影啊，我觉得那个时候我真的很笨，好傻那个样子。为什么？因为去拍电影所以很傻？不是，我本来那个样子都不像一个明星嘛，都没有那个明星的样子。潘姐，你谦虚了。你不够漂亮。拍那部电影也是我的恩师了，他就说，反正我都写那么多歌给你唱，不如来拍一部电影嘛。我说哈，拍电影？我怎么拍电影啊？他说可以了，可以。千万不要再给我添麻烦啊！姐夫，你放心好了，我可以发誓，绝不会给你们添麻烦。我没事绝不出去，空下来嘛就躲在房里看看书，睡睡觉，好不好？不是演员出身的我，唯一的困扰是拍戏时要被一大群人围堵。要演得好，又要演得逼真，真是让我站在镜头前又紧张又不好意思。我其实不是很喜欢拍电影，还是比较喜欢唱歌。当时在新马的歌手来香港发展的不多，很少。真正来香港发展很成功之话，应该是潘秀琼是第一个人。不是我身上没有长羽毛，不是我身上缺少2只脚。
新系列《星星星》将会在后天，也就是星期天晚上7点05分，在第8坡道开始播出。你觉得那新加坡的年轻人的喜欢唱歌的人多不多？新加坡唱歌的人很多，我希望广播剧多给他们机会出来演唱。潘秀琼带着提携本地歌坛后进的想法，在旅居香港10多年之后，选择到当时的新加坡广播局担任歌唱班导师，第一次正式从舞台退居幕后指导工作。80年代是本地电视制作的起飞阶段，除了拍摄许多的电视剧，综艺节目也处在百花齐放的阶段。那个年代呢，最红的综艺节目呢，就是《缤纷83》，是每一天都是直播的，然后节目内容也是很丰富、很多彩，所以很多人都很想呢，就是来到现场呢，感受那个现场的气氛。所以呢，他们怎么拿票呢？就他们就捡那个电视广播周刊上面的那个入场券，写下名字啊，然后寄来给我们。所以有时候呢，难免会有时候 overwhelming 啊，那个票就是邀请的太多了。就没有办法了，就只好挤到走廊看都有。除了周1到周5晚上的缤纷83时段之外，主要由潘秀琼的学生担纲上场的《星星星》是最受欢迎的节目之一。45分钟长的歌唱节目由潘秀琼精心策划。我跟潘姐合作的节目呢，我记得印象很深刻的是《星星星》，她对工作是非常非常的认真的，尤其是对学生方面，在于歌唱的表达、歌唱的技巧。基本上呢，歌手们他在演唱的时候呢，他们的歌曲呢都是由潘姐精挑细选的。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年评判团成员有潘秀琼小姐是新加坡广播局的歌唱指导。在潘秀琼担任6年歌唱导师的时间里，她推动了本地歌唱节目的发展，培养出新一代的歌手，像3朵花组合、吴佳明、陈彼得、叶亚明、翁素英等歌手。潘老师加入新广之后，这些歌手都变成 superstar 了。然后每个礼拜天我都会去追看这个星星星。后来当我当完兵之后，我就到电视台去应征嘛，去当潘老师的这个 pianist， 没有想到我就录取了。潘姐对我们后辈很好的，她很用心的教我们，每次我们上节目，她都会帮忙选歌，希望说你上镜呢是做得最好的。她还会帮忙你挑选合适的服装上台。她有空的话，她就会进摄影棚。看到我们每一个角度啊，头发有没有乱啊，然后有时候我们稍微有点驼背，他说：“哎，你不要驼背啊，挺直这样子。”老师呢已经是个巨星嘛，他已经见识过很多东西，在吃饭的时候、喝水的时候，他都会很注重这个东西，就是代表你本身是一个艺人，你要怎么样成为一个艺人？你在面对很多观众啊，或者是谈某些事的时候，你要有一个分量在那边。《星星星》这个节目，有时候呢，你看到的它虽然是以对决的方式，可是呢，他们在录音的时候，其实就是现场直接唱、直接录音的。可是呢，我敢说，所有的新广的歌唱艺人里面呢，他们的现场唱歌的能力都非常的好，所以潘姐呢，其实她功劳蛮大的。这期间，潘秀琼自己也没有停下脚步。我们特别为他写的《天涯同命鸟》这首歌呢，是新加坡电视剧《天涯同命鸟》的主题曲。当然，在写这首歌的时候，我们是不断的在想他的嗓音，然后一边想一边那个感觉就来了。然后后来没想到这个歌竟然在中国这么火，那么也是这首歌让我和思松呢，就让大家都很多人都知道我们是谁。在离开新加坡广播局后，潘秀琼受到当年副总理王鼎昌的邀请，协助策划演唱会。每年的劳动节，潘秀琼也受邀献唱。
1992年，王鼎昌在名人演唱会上为潘秀琼弹琴伴奏。潘秀琼的歌唱才华深受王鼎昌的赏识，在王鼎昌担任总统期间，潘秀琼也多次受邀到总统府查叙。他是一个很好先生来的。他走的时候，我有去他的丧礼，我去站在那边，他们讲，哎，不可以哭啊。完了，我就跑到外面去，蹲在那边大哭一场。传唱超过70年的歌声依然在梁上回荡。当年培育过的莘莘学子，如今还是会在过年过节陪伴在他们的潘老师身边，回首当年情。就觉得唱歌是很喜乐的一件事，唱现在的歌也是一样。有时候我拿回我在录音的那些唱片来听一下，有时也会嫌自己唱的不对耶。会这样的。